美女邻居不仅天天搭我车，还趁我开车摸我大腿，就连看我的眼神也越来越暧昧。面对这样的诱惑，我却把车停在了车库，反而坐地铁去上班。然而就在我挤地铁时，却接到派出所电话。您好，是陈川先生吗？这里是城南派出所，您方便过来一趟吗？请问是什么事？有位女士报警称您失踪了，说最后一次见到您是在地下车库，形迹可疑。我脑子嗡的一声。我30岁，普通长相，1个月前刚提新车，本以为自己的人生终于迈上了一个小台阶，没想到为躲避邻居坐地铁，3天就出了这种事。到了派出所，一进门我就看见了方梅，她坐在长椅上，低着头，肩膀微微颤抖。听到脚步声，她抬起头，眼睛红红的，像是哭过。陈川，你没事，太好了！她猛地站起来，民警示意我们都坐下。陈先生，方女士报案说你失踪了。从监控看，你3天前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小区地下车库。我一直在正常上下班，没有失踪。可是你的车一直停在车库里，我每天经过都看到，整整3天了。我车停着，不代表我失踪了吧？我就是想省点油钱，坐地铁上下班。方梅突然站起来。不是的，那天我看到你从银行回来，手里拿着一个黑袋子，放进了车里，然后你就再也没开过车。什么黑袋子？什么银行？我最近一次去银行都是半个月前的事了。方女士，你慢慢说，说清楚。王警官拿出记录本，就是3天前下午3点左右，我看到陈川从小区对面的银行出来，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手提袋，看起来沉甸甸的。他直接去了地下车库，把袋子放进了后备箱，然后他的车就再也没动过。他转向我，眼神里有种我读不懂的东西。我以为你出事了，陈川，我真的好担心你。陈先生，有这回事吗？没有，我这半个月都没去过银行，更没有什么黑袋子。可是我看到……你看到什么了？王警官，我能问一下吗？这位方女士，既然她这么担心我，这3天里除了报警，她还做了些什么？王警官看了看方梅，又看了看我。我们调取了小区的监控录像，包括地下车库的录像显示，过去3天，方女士确实每天都会到地下车库你的车附近，有时还会在车边停留很长时间。我只是担心陈川，我怕他是不是在车里出事了。但昨晚的监控显示，你试图打开陈先生的车门。我没有，我只是……方梅的话还没说完，王警官已经打开了笔记本电脑，屏幕上出现了地下车库的画面。画面里，方梅先是左右张望，然后蹲在我的车旁，从口袋里掏出什么东西，对着车门锁比划。我只是想确认陈川不在车里。你想确认他在不在车里？为什么要带工具？方梅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来。王警官合上笔记本。方女士，你需要解释一下。方梅低着头，沉默了大概有10秒钟，然后她突然抬起头。钱，你把那笔钱藏哪了？我亲眼看见你放车里的。什么钱？我车里从没放过现金。别装了，黑色手提袋，我亲眼看见的，最少有20万。方梅站起来，指着我的鼻子。方女士，请冷静。我怎么冷静？他拿了我的钱，那是我的钱。方梅的眼泪又流了出来。你的钱？我拿了你20万，这都什么跟什么？就是上个星期我放在家里衣柜的20万现金不见了，整栋楼只有你最可疑。你刚买了新车，哪来的钱？然后我就看到你拿着黑袋子从银行回来，那不是我的钱是什么？原来如此，什么担心我失踪，全都是幌子。他是想找个借口搜查我的车，找他那所谓的20万。方女士，首先，我买车的钱是我工作5年存的，有银行流水可以证明。其次，我车里从没有什么黑袋子，更没有20万现金。最后，我站起来，直视着他。如果你真的丢了20万，你应该早就报警了，而不是等到今天用这种荒唐的方式。王警官敲了敲桌子。方女士，关于你声称丢失20万现金的事，我们需要详细记录。但首先，你昨晚试图打开他人车辆的行为已经涉嫌违法。还有，过去3天，方女士天天在单元门口堵我，想蹭车上班，我不答应，她就不高兴。这也是为什么我把车停回车库的原因。方梅猛地转头看我。就在这时，派出所门口传来一阵骚动，几个穿着物业制服的人匆匆走进来，为首的正是我们小区的物业经理。警察同志，我们接到通知就赶来了。关于陈先生的车，我们有一些新的监控资料需要提供。什么资料？是停车场的另一个角度摄像头拍到的，时间也是昨晚。经理拿出一个 U 盘，昨晚11点50分左右，方女士不仅试图打开陈先生的车门，还从包里拿出一把工具，试图撬开后备箱。方梅的身体晃了晃，似乎要晕倒。我只是想拿回我的钱。王警官的表情严肃起来，示意另一个民警带方梅去询问室。方女士，你涉嫌非法侵入他人财产，请跟我来一下。方梅被带走前，回头看了我一眼。陈先生，今天的事情我们会依法处理。关于方女士声称你拿了她20万现金的指控，如果查无实据，这就是诬告。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
警官，我能问个问题吗？你说，方梅说她丢了20万，这是真的吗？还是她编造的？我们暂时无法判断，但如果他真的丢了这么多现金，他应该第一时间报警，而不是私下采取这种行动。我们会调查清楚的。离开派出所时已经是中午，我站在门口，有些恍惚。3天前，我还是个为买了新车而开心的普通人。3天后，我坐在派出所里，被邻居指控偷了20万。生活有时候比电视剧还荒诞。我掏出手机叫了辆车，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物业经理发来的消息。陈先生，今天的事很抱歉，我们调查了停车场监控，方梅这3天确实一直在你的车附近徘徊。另外，我们查到他最近在小区里向多个邻居借钱，但具体原因不明。借钱？方梅在向邻居借钱？她不是声称自己有20万现金被偷了吗？怎么又会到处借钱？车来了，我坐进后座，告诉司机随便开，找个安静的地方。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，没说什么。车子汇入车流，我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街景，脑子里一团乱麻。方梅到底想干什么？她真的丢了20万吗？还是说这从头到尾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闹剧？如果是，她的目的是什么？我摸了摸口袋，拿出手机，给最好的朋友李航发了条信息：出事了，见面聊。10分钟后，李航回了电话：川子，怎么了？听说你去派出所了？你怎么知道？你们小区有人在业主群里说了，说有个女的报警抓你，说你偷钱，真的假的？我的后背一阵发凉。业主群里已经传开了，这么快？是方梅，我那个邻居，她报假警，说我失踪，实际上是想搜我的车，找她所谓的20万现金。20万，你有吗？我有屁！我买车都差点分期。川子，这是不对劲，我刚看到一个视频，在小区群里转发的，你要不要看看？什么视频？好像是方梅在小区里哭诉的视频，说你偷了她的救命钱。发给我。挂断电话后，李航发来了一段视频，点开看完后，我盯着黑掉的屏幕，手在颤抖。他不仅报假警，还在小区里造谣。为什么？我和方梅无冤无仇，不过是他蹭车我没同意，他偷吃我零食我发现了几次，就因为这些，他要毁了我。不可能这么简单，一定还有别的原因。先生，您要去哪儿？我们已经绕了快半小时了。去中山公园吧，我想静一静。车子掉头，我看着窗外，突然想起一件事。3天前，也就是方梅说我拿黑袋子的那天下午，我确实出门了，是去见了一个客户。我记得很清楚，那天下午3点左右，我正在客户公司楼下等电梯。那个时候，方梅怎么可能在小区看到我从银行回来？除非她故意说谎，编造了整个故事。但她为什么这么做？就为了诬陷我偷钱？还是说她想通过这种方式逼我做什么？我的手机又震动了，这次是陌生号码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接了起来。陈川吗？您是哪位？我是方梅的姐姐芳芳。有什么事吗？我妹妹做的事，我很抱歉，但她不是坏人，她只是病了，她有精神问题，妄想症。她说你偷了她的钱，是因为她真的相信自己的钱被偷了，但那些钱根本就不存在。你是说根本没有20万现金？没有，我妹妹半年前丢了工作，婚姻也出了问题，精神状态一直不好。她说有20万现金，是她幻想出来的。我们家人一直在带她看病，但没想到她会做出这种事。对不起，给你添麻烦了，我们会赔偿你的损失，也会在小区里澄清这件事，请你不要追究她的法律责任，好吗？她真的需要治疗，而不是坐牢。我沉默了。如果芳芳说的是真的，那妖方梅确实是个病人，但视频里她哭诉的样子，真的只是妄想症吗？我需要时间考虑。挂断电话后，车子已经到了中山公园，我下了车，找了个长椅坐下。如果方梅真的有精神问题，那么这一切就说得通了。她的行为，她的指控，她的偏执，但为什么是我？而且方梅在监控里的表现太冷静了。他选择时机避开其他摄像头，还准备了撬锁工具，这不像是一个精神病人的随机行为，这更像是有计划的行动。我的手机又响了。陈先生，有个情况需要告诉你。什么情况？我们查看了更早的监控，发现1周前，方梅曾经带过一个陌生男人进入小区，那个男人在你们楼下转了很久，还拍了照片。什么样的男人？40岁左右，戴着帽子，看不清脸，但方梅和他看起来很熟，两人一直在说话。什么时候的事？上周3晚上8点左右。那是我提车的前一天，方梅带一个陌生男人来小区，在我楼下转悠，然后第2天我开始被纠缠，这中间有没有连线？还有邻居反映，方梅最近一直在打听小区里谁家有钱，谁家最近有大笔支出，他特别问了关于你买车的事。这不像是精神病人的行为，这更像是踩点。
我知道了，谢谢。挂了电话，我站起来，得回小区看看，不管方梅是真的有病，还是另有所图，我都得搞清楚。回到小区时，已经是下午3点。刚进大门，几个正在遛弯的大妈看到我，眼神躲闪，低声议论着什么。门卫老张原本在喝茶，见我进来，放下茶杯，欲言又止。陈先生回来了。张叔，今天小区里没什么事吧？老张摇摇头，又点点头。陈先生，业主群里那些话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有些人就是爱嚼舌根。群里说什么了？老张掏出手机，划了几下，递给我。我拿手里看了看，顿时血直冲头顶。张叔，这些都是谣言，方梅报假警，警察可以作证。陈先生，我是信你的，但众口铄金啊。方梅那姑娘哭得挺可怜的，不少人都信了。我把手机还给老张，谢谢张叔，我会处理。电梯里，我遇到了一个邻居赵阿姨，她牵着孙子，原本在说笑，看到我进来，笑容立刻僵住了，往角落里缩了缩，把孙子往身后拉。赵阿姨，小陈啊，回来了。赵阿姨，业主群里那些话都是谣言，方梅有精神问题，她家人已经联系我了。哦，这样啊，那挺好的。电梯到了8楼，门开了，赵阿姨几乎是冲出去的，连声再见都没说。走到家门口，我发现门把手上贴着一张纸条：小偷滚出我们小区。我撕下纸条，揉成一团，开门进屋，靠在门上，闭上眼睛，手机震动，是李航。川子，我刚到你们小区，你在家吗？在，怎么了？我给你带点东西，开门。几分钟后，李航站在门口，手里拎着一袋啤酒和一些熟食。看你这样子，就知道没吃饭。他走了进来，把东西放在餐桌上。先吃饭，边吃边聊。我们开了啤酒，坐下，我把今天发生的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。这事不简单，如果方梅真的有精神病，那她姐姐应该第一时间联系你，而不是等事情闹大了才打电话。你的意思是？芳芳可能也在说谎，还有那个陌生男人，方梅带他进小区，在你楼下转悠，这太可疑了。物业说拍到了照片，但看不清脸。能搞到监控录像吗？物业说只能提供给警察。那我们就自己查。怎么查？方梅不是到处借钱吗？都找谁借了？借了多少？为什么借钱？这些问题总有人知道。你想找那些借给他钱的邻居聊聊？对，谣言是从他们嘴里传出去的，我们也能从他们嘴里问出真相。现在他们都在传我是小偷，谁会愿意跟我说话？所以得讲究方法。你不行，但我可以，我是律师，就说在调查一桩民事纠纷，需要取证，他们不敢不说实话。但方梅现在在哪？从派出所出来了吗？我打听过了，他中午就被家人接走了，警察认定他有精神问题，要求家人严加看管，并接受治疗。接走了？回小区了？应该没有，他姐姐带他走了，但我来的路上看到方梅家的灯是亮着的。他回来了？或者有人在他家。我们同时看向门口，方梅家就在我对面803。如果他真的回来了，或者他家真的有别人，那今晚可能不会平静。先吃东西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应付。我们默默吃饭，但耳朵都竖着，听着门外的动静。8点，走廊里传来脚步声，很轻，但在安静的夜晚格外清晰。脚步声停在了803门口，钥匙转动的声音，门开了又关上。要不要报警啊？现在报警说什么？说邻居回家了，警察不会管的。但万一是那个陌生男人呢？就算是，他也是在方梅家里，我们没证据证明他做了什么。李航说的对，我们只能等。9点，我的手机响了，又是陌生号码，这次我开了录音才接起来。陈川吗？您是哪位？我是方梅的丈夫赵健。丈夫？方梅有丈夫？我从来没听说过。你有什么事？我想跟你谈谈关于我妻子的事。我们没什么好谈的。你妻子诬陷我偷钱，还在小区造谣，这件事我已经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我知道，对不起，我老婆有病，她控制不了自己，我们愿意赔偿你的损失，只求你放过她。赵先生，如果方梅真的有精神问题，你们作为家人，为什么没有及时送医？为什么要让她在小区里到处借钱，环抱假警？陈先生，有些事一两句话说不清楚，我们能见面谈吗？我就在你小区附近。我看向李航，他点点头。可以，但你只能一个人来。好，15分钟后，小区门口的咖啡厅见。挂了电话，我看着李航，你怎么看？去看看，我跟你一起，但我不露面，坐在旁边。如果有什么不对劲，我会报警。15分钟后，我们到了小区门口的咖啡厅。李航找了个角落的位置，背对着门口。我坐在靠窗的位置，等赵健。9点10分，一个男人推门进来，他扫视了一圈，朝我走来。陈先生，是我，你是赵健？他点点头，坐下。陈先生，首先，我代表我妻子向你道歉。她有病，严重的精神分裂症。半年前，她丢了工作，又查出子宫肌瘤，需要手术。我们家的积蓄都花光了。她还坚信自己有20万现金，说是她母亲留给她的遗产。但实际上并没有这笔钱。没有，她母亲早就去世了。
什么都没留下。那20万是他幻想出来的。那他为什么盯着我？为什么说我偷了他的钱？这个可能是巧合吧。你刚买了新车，他可能觉得你有钱，就把幻想投射到了你身上。陈先生，我们愿意赔偿你的名誉损失5000块，你看行吗？我们也没多少钱了，这已经是极限了。诬陷我偷20万，造谣让我在小区里抬不起头，就值5000块。赵先生，这不是钱的问题。你妻子在小区里到处说我偷钱，现在所有人都认为我是小偷，这不是5000块能解决的。那你要多少？我要的不是钱，是澄清。你们需要在业主群里公开道歉，说明真相，还我清白。这个，如果我妻子公开道歉，就等于承认她有精神病，那以后她还怎么在这个小区住？那他诬陷我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我怎么在这个小区住？陈先生，冷静点，我们可以用其他方式补偿你。你看这样行吗？我们给你1万，你搬出这个小区，换个环境，对你也好。让我搬家，就因为他们诬陷我，我还得自己搬走，这是什么道理？赵先生，我不会搬家的，我要的是真相和道歉。如果你做不到，那我们只能法庭见了。我站起来，准备离开。等等，赵健抓住我的胳膊。陈先生，我劝你见好就收，1万块不少了，真要闹上法庭，你也未必能赢。精神病患者的证词，法庭不会采信。而且，你有证据证明你没拿钱吗？我甩开他的手。你这是威胁？我只是在说事实，我妻子有病，法律会保护她。而你，一个正常人跟一个病人计较，说出去也不好听吧？赵先生，你的意思我明白了，但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我不会就这么算了。我转身要走。陈川，你别后悔。我没回头，径直走出了咖啡厅。李航跟了出来，都录下来了，包括最后那句威胁。现在怎么办？先回家，明天我去查查这个赵健的背景。还有，我联系了一个在精神病院工作的朋友，问问方梅的病史。我们快到小区门口时，李航突然拉住我。你看那边。顺着他的目光，我看到小区对面的便利店门口站着一个男人，戴着帽子，低着头，正在抽烟，身形和物业经理描述的陌生男人很像。是他吗？不确定，但很可疑。他似乎注意到了我们，掐灭烟头，转身走进了便利店。要不要跟进去？太明显了，我们回家，从窗户看。我们快步走回小区，上了楼，进屋后，李航去卧室的窗户边，那里能看到便利店。我则站在门口，通过猫眼看着对面803。李航从卧室出来，便利店那个人不见了，可能走了，也可能还在里面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又响了。陈先生，我弟弟是不是去找你了？你弟弟赵健？对，他是不是威胁你了？陈先生，你别听他的，他也不是什么好人。什么意思？赵健和我妹妹早就分居了，他在外面欠了很多赌债，这次他来找你，不是为我妹妹，是为他自己。为他自己？他听说我妹妹在小区里说你偷了20万，就想借这个机会敲诈你一笔。陈先生，你千万别给他钱。方女士，你们家到底怎么回事？能不能给我一个准话？陈先生，我们家的事很复杂，我妹妹确实有精神问题，但赵健更危险，他现在就想要钱，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，你小心点。他现在在哪？还在小区吗？我不知道，他下午从我这里拿了我妹妹家的钥匙，说要去拿点东西，但我怀疑他是想去找你。挂了电话，我看着李航，赵健可能还在小区里，而且他有803的钥匙。我们同时看向门口，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脚步声，很轻，但越来越近，停在803门口。钥匙转动的声音，门开了，但接下来没有关门声，反而是脚步声朝我家门口走来，停在了门外，门把手转动了一下。有人在试图打开我的门，谁？门外没有回应，然后脚步声响起，快速远去。他跑了。李航轻轻打开门，走廊里空无一人，803的门虚掩着，里面透出灯光。我们走过去，客厅里一片狼藉，像是被人翻找过。有人在这里找东西。我们小心翼翼地走进去，卧室的门开着，里面同样混乱。找什么呢？李航在客厅的桌子上发现了一个药品，他拿起来看了看。利丙嗪，治疗精神分裂的药物。所以方梅确实有病，但眼前的这一切又不像是病人能造成的，除非有人趁他不在进来搜查。要不要报警啊？报警怎么说？说邻居家被翻乱了，但门锁没坏，可能是主人自己弄的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我们先出去，别破坏现场。我们推到门口，轻轻带上门，回到我家。李航的脸色凝重。川子，我觉得我们可能卷进了一件麻烦事。什么麻烦事？方梅有精神病，她丈夫欠赌债，她姐姐说话吞吞吐吐，这一家子都不简单。我现在就想恢复平静的生活，但树欲静而风不止。如果赵健真的欠了很多赌债，他可能会不择手段的搞钱，而你现在是他眼中的肥羊。我算什么肥羊？刚买完车，存款都快见底了。
但别人不知道啊，你买了新车，在别人看来就是有钱。赵健这种人不会放过任何机会。那怎么办？搬家？搬家解决不了问题，这种人你越躲，他越觉得你好欺负。李航走到窗边，看着外面的夜色。我们需要主动出击。怎么出击？查清楚赵健的底细，查清楚方梅到底怎么回事。只有掌握足够的信息，才能保护自己。我点点头，也只能这样了。那晚，李航睡在我家的沙发上。第二天早上，我被手机铃声吵醒。陈先生，有个情况要告诉你。什么情况？昨晚凌晨2点左右，监控拍到有人从3栋的消防通道离开，身影很像你昨天说的那个陌生男人。有没有正面？没有，他一直低着头，戴着帽子，但有一点很奇怪。什么？他手里拎着一个包，看起来沉甸甸的。从几楼下来的？从8楼下来的。经理，能不能把监控录像发给我一份？这个需要警方同意才行。那你至少告诉我，那个人去了哪里？他出了小区，上了一辆停在路边的黑色轿车，车牌被挡住了。挂了电话，我把情况告诉李航，他立刻起床洗漱。我去查那辆车，你去打听一下，昨晚有没有邻居听到什么动静。好。李航走后，我敲开了赵阿姨家的门，门开了一条缝，赵阿姨的眼睛红肿，像是哭过。小陈啊，什么事？赵阿姨，昨晚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？比如隔壁803的声音？没听到。赵阿姨，如果有什么情况，请您告诉我，这关系到大家的安全。小陈，我告诉你，但你别跟别人说是我说的。昨晚大概11点多，我听到803有争吵声，一男一女吵得很凶。吵什么？听不清，但好像是为了钱。女的说钱在哪，男的说我不知道。后来呢？后来就没声音了，但凌晨2点左右，我起夜听到走廊里有脚步声，很轻，但我听到了。小陈，你说咱们这楼是不是不安全了？我要不要带我孙子去他爸妈那儿住几天？赵阿姨，您先别慌，我已经报警了，警察会处理的。安抚了赵阿姨，我又敲了几家门。回到家里，我整理的信息。昨晚803确实有人，一男一女在争吵，然后凌晨2点，一个男人拎着包离开。那个男人是谁？赵健，还是那个陌生男人？他拎走的包里是什么？钱还是其他东西？中午，李航回来了，表情严肃。查到了那辆车是租的，租车人叫刘明，有前科，2年前因为敲诈勒索进去过，刚放出来不久。刘明和方梅什么关系？不知道，但租车用的身份证是刘明自己的。我托朋友查了，这个刘明和赵健是狱友，一起蹲过耗子。我明白了，赵健欠赌债，找来了有前科的狱友，他们盯上了我，或者盯上了方梅所谓的20万。现在怎么办？报警，把我们知道的情况都告诉警察。私闯民宅、威胁恐吓，这些够立案了。我们去了派出所，找到了王警官，把昨晚和今天的情况详细说了一遍。王警官记录着，表情越来越严肃。你们怀疑赵健和刘明合伙敲诈？不止敲诈，他们可能还涉及入室盗窃。昨晚803被翻得乱七八糟。今天早上方梅的姐姐说，家里少了一些值钱的首饰。王警官点点头。我们会调查，但方梅那边，她姐姐今天早上来报案，说她妹妹失踪了。失踪？对，芳说昨晚接走方梅后，把她安置在宾馆，但今天早上发现人不见了，手机也关机。从派出所出来，李航接了个电话，听完后，他的脸色变得很难看。怎么了？我朋友查到了方梅的病历，然后呢？她确实有精神分裂症病史，但已经稳定2年了，而且她在3个月前停止了服药。为什么停药？病历上没写，但医生备注，患者自称经济困难，无力承担药费。还有一件事，我朋友说，方梅在停药前最后一次复诊时，跟医生说她丈夫在逼她借钱，说不借就打死她。赵健家暴，病历上是这么写的，但方梅不让医生报警，说她能处理。现在方梅失踪了，她会不会有危险？不知道，但赵健和刘明肯定在找她，或者说在找她口中的20万。那20万真的存在吗？也许存在，也许不存在，但重要的是，他们相信存在。我们回到了小区，刚进大门就看见一群人围在布告栏前，挤过去一看，是一张寻人启事，方梅的照片，下面写着：寻人启事，方梅，女，38岁，于昨晚走失，患有精神疾病，走时身穿蓝色外套、黑色裤子，有见到者请联系家人，必有重谢。联系人：芳、赵健，2个电话号码。他们动作真快，好好的人怎么就丢了？听说有精神病，难怪。昨天还在这里哭呢，今天就丢了，会不会是陈川？有人看到了我，声音戛然而止，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。不是我，他们默默地散开，和我保持着距离。回到楼上，我发现门上又贴了一张纸条，这次不是手写的，是打印的。交出钱，所后果自负。李航拍下纸条，小心地装进证物袋。他们越来越嚣张了，我们报警吧。已经报了，但警察需要时间，今晚我们不能住这里。去哪？
去我家。我收拾了一些衣物和重要物品，准备跟李航走。电梯下降，在6楼停下，门开了，进来的是5楼的一个年轻妈妈，推着婴儿车。看到我，她下意识地把婴儿车往后拉，眼神里满是警惕。到了1楼，她几乎是冲出去的。别在意，清者自清。走到小区门口，我们遇到了芳芳，她眼睛红肿，神情憔悴。看到我，她愣了一下，然后冲过来。陈先生，你看到我妹妹了吗？没有。求求你，如果你知道她在哪，告诉我好吗？她有病，不吃药会出事的。方女士，我真的不知道，你应该去问赵健，他昨晚不是去找她了吗？赵健，他去找美美了。你不知道？我不知道，他说他只是去拿点东西。芳芳掏出手机，颤抖着拨号，通了，但没人接。他不接，他为什么不接？方女士，赵健到底想干什么？他想要钱，想要很多钱，还欠了赌债，高利贷在找他。他说美美有20万，藏在某个地方，但我知道根本没有20万，那都是美美的幻想。那他为什么还要找？因为他相信有一个赌徒什么都能相信，他现在走投无路了，任何一根稻草都想抓住。所以他和刘明合伙，想敲诈我。芳芳低下头，默认了。那你呢？你在这件事里扮演什么角色？芳芳抬起头，我想保护我妹妹，但我也怕赵健，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方梅现在在哪？我不知道，昨晚我把她安置在宾馆，今早她就不见了。宾馆的监控显示，她是自己离开的。她会去哪里？可能是去找钱。在她生病的时候，她坚信有一笔钱藏在某个地方，她可能去找了。藏在哪？我不知道，她从来没说过具体地点，只说在一个安全的地方。线索又断了。一个精神病人去寻找一笔可能不存在的钱，2个赌徒在寻找这个病人或者这笔钱，而我被卷在中间，成了最大的嫌疑人。方女士，如果你妹妹联系你，请告诉她赶紧回家或者去医院，她的病需要治疗。芳芳点点头，转身离开。去李航家的路上，我的手机响了。是方梅，我接通电话，开了录音。陈川，方梅，你在哪？我在一个安全的地方。你姐姐在找你，她很担心你。我姐姐，她不是和赵健一伙的吗？什么意思？他们都想拿我的钱，我知道那笔钱在哪，我不会告诉任何人。方梅，你听我说，你需要吃药，需要看医生。我没病，有病的是他们，他们都想害我。你也是，你也想拿我的钱。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那你为什么开车带我？为什么让我坐你的车？我只是想帮忙。骗子，你们都是骗子。电话突然挂断了，我回拨过去，已经关机。李航看着我，他说什么？他说所有人都想害他，包括他姐姐和赵健，典型的被害妄想。但他提到一个细节。什么？他说我开车带他，但事实上我只带了他一次，就是提车后的第1天。后来我就改坐地铁了。也许在他混乱的记忆里，那一次被放大了，或者他指的不仅是那一次。什么意思啊？也许还有别人开车带过他，在他停药期间，他可能接触过很多人。那个陌生男人刘明，他会不会也开车带过方梅？有可能，赵健和刘明可能在利用方梅，让他指认某个目标，然后敲诈。回到李航家，我疲惫地倒在沙发上。晚上，我们正在吃外卖，李航的手机响了，是他那个在精神病院工作的朋友。接完电话，李航的表情很奇怪。怎么了？我朋友说他今天在医院见到方梅了。什么？方梅自己去医院了，要求开药，医生给他开了药，但没让他住院，因为他说自己有人照顾。谁照顾？他说是一个朋友，但描述的特征很像刘明。我放下筷子，所以说刘明和方梅在一起，看起来是，而且方梅的状态很奇怪，时好时坏。医生说他可能被人控制了。控制？怎么控制？精神病人很容易被操控，尤其是停药复发的病人。如果有人一直暗示他某些事情，他可能会深信不疑。我想起了方梅电话里的话，他们都想拿我的钱。也许不是妄想，也许是真的。赵健和刘明可能一直在给方梅洗脑，让他相信有一笔钱，然后利用他去敲诈别人。现在怎么办？等警察的消息，我们已经提供了所有线索，剩下的交给专业的人。我想去找他。你疯了？去哪找？我知道一个地方。哪里？我们小区的地下停车场。为什么是那里？因为那是他最后看到我拿黑袋子的地方，在他的世界里，那里可能很重要。我跟你一起去。晚上10点，我们回到了小区，停车场里很安静，我们躲在柱子后面观察着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就在我们准备放弃的时候，入口处传来了脚步声。2个人影，一男一女，女的是方梅，男的是个陌生人，戴着帽子，应该就是刘明。他们朝我的车走去，刘明左右张望，方梅则径直走到车旁，蹲下开始摸索什么。他在找东西，找那笔根本不存在的钱。刘明站在一旁，不耐烦地催促：“快点，到底在哪？”我记得就在这里，他放进去的。你确定是这辆车？确定，就是这辆。刘明也蹲下来，掏出一个工具，他要撬车。我看向李航，他点点头，拿出手机报警，然后我们走了出去。住手！刘明猛地站起来，手里多了一把刀。别过来！
方梅也站起来，看到我，眼睛瞪大了。钱，我的钱。方梅，车里没有钱，你被他们骗了。不，有，我亲眼看到的。那是幻觉。方梅，你病了，需要吃药。方梅摇头，一步步后退。别听他胡说，钱就在车里，拿到钱我们就走。警察已经在路上了，你现在放下刀，还能从轻处理。妈的，坏老子好事！他推了方梅一把，去把车门打开。方梅踉跄着撞到车上，没有了，钱没有了，被人拿走了。什么？不见了，不见了。方梅抱着头蹲在地上，刘明气急败坏，一脚踹在车上。远处传来了警笛声，刘明看了看出口，又看了看我们，最后选择逃跑。但他没跑出去，就被从路口冲进来的警察按住。王警官带着几个人走过来。陈先生，李律师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。方梅还在尖叫，警察中的女警上前安抚她。王警官看着被制服的刘明，摇摇头。我们已经找到了赵健，他全交代了。交代了什么？他们确实在利用方梅敲诈，目标不止你一个，还有小区里其他几个看起来有钱的住户。原来我只是其中之一。方梅的20万是怎么回事？根本不存在，那是赵健编出来的，为了让方梅相信有人偷了他的钱，从而指认目标。方梅的病是真的，但赵健利用了他的病，他停了他的药，不断暗示他有钱被人偷了。时间长了，方梅就深信不疑。我看向方梅，她正在女警的安抚下渐渐平静，眼神空洞，像个孩子，可怜又可悲。她会怎么样？会送去治疗，她的姐姐会照顾她。至于赵健和刘明涉嫌敲诈勒索、非法拘禁、教唆犯罪，够他们喝一壶了。事情似乎告一段落，但我心里还有一个疑问。王警官，那天方梅在派出所说看到我从银行拿黑袋子，时间地点都很具体，那是怎么回事？那是赵健教他的，他们确实看到你从某个地方出来，手里拿着东西，但不是银行，是证券公司。你拿着文件袋，在他们眼里就成了装钱的袋子。我恍然大悟，一切都有了解释。误会、巧合、人性的贪婪、精神的脆弱，交织成了这场闹剧。